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猫叔。本期呢，和大家谈一谈这个关于电脑房，就是电竞房的一些事情。主要内容就是这个洞洞板墙的选购啊，还有一些布置，其中遇到的事情，就是说我踩过的坑，和你们说一下。我的桌面呢，主要分两个区域，这一面是专门做手工的桌面然后上面安装了宜家的洞洞板，我东西比较多比较杂乱。然后这一面呢是电脑桌，还有打游戏的地方，所谓的电竞房吧，电竞区吧。然后如果你没有看之前视频的话，会发现我的这个电脑桌的桌面上面会有比较多东西，各种游戏机啊、耳机都放在桌面上，就感觉比较乱。然后我就参考了网上的一些朋友的电竞房的配置然后就搞了这一面洞洞板墙。其实这个洞洞板架呢，它的本质其实就是超市货架，挺牢固的超市货架。咱们没必要买那个所谓的网红款，那一款的话比较贵，你们就收超市货架或者是洞洞板货架就可以了。选购的时候，我们最好问一问卖家，他这个孔径是多少我这个孔径是6mm 左右，6毫米。然后孔距是25毫米，这个基本上是标准是这个孔，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比较多的这种通用的挂钩可以选择你可以在网上买，或者是3D 打印，我就推荐直接用 3D 打印。用 3D 打印的话成本比较低，而且你可以控制你想要的那个款式、那个模型，就根据你的需要来打印就可以了。洞洞板配件呢，全部都是打印的，没有买现成的那种。然后耗材用的是爱立志的 PETG。机器用的是启迪的 Plus4， 打出来的话表面不会太油，沉纹正纹那些基本上都处理得很好。接下来说说光线方面吧，我用灯柱作为氛围灯、效果灯这个之前视频也有说过的。然后桌面的主照明方面呢，我没有用屏幕挂灯首先第一个是空间不允许嘛，我的显示器比较大，我32寸，然后上面再放一个挂灯的话就很高了，这个就顶上面这个层板了。我用的是灯带。第二个是因为屏幕挂灯其实性价比不是特别高这个灯带的话起到的效果也是其实大差不差，也是差不多。不过就留意放置位置放在这个层板的隔挡的里面的那个灯光就不会刺眼照到自己了。第二个的话，搜索的时候要选择 COB 灯带，它就会有一层硅胶，光线会柔和一点。直接在这里走线接个 USB 电源就完事了。因为坐在房间里的时间现在是越来越长了，如果不出门的话，一整天就是待在房间里，坐在房间里，所以我就特意选择了一把工学椅代替原来的一个木凳子，是恒林家的逆袭者。为什么选择它？因为它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坐下去真的很舒服它489的价格，500不到的价格，枕头角度可调，上下可调，然后这个可动范围挺大的，动态坠腰，坐下去很舒服。上下的可调幅度还挺大的，可以根据不同身高、不同需要来调节上下高度。我建议你把这旋钮拧到最松，然后把这个靠腰位置提到最上，坐下去让它自己适应你的腰的范围，之后再拧紧它，锁定那个位置。可以说选这款主要都是因为它有这个独立腰靠，平常来说1000元级别的工学椅才有的这个独立腰靠。像我这样长期坐在电脑前面剪辑或者说打游戏的人来说有这个真的很舒服，真的缓解了背部长期久坐的压力。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加厚加宽的坐垫可以有效分散臀部坐下去的压力。你看这个很厚，扶手位置也是加宽的，而且可以折叠起来推进桌子里面，节省空间。在挑选椅子的时候，特别是这种气压升降椅子的时候，它必须是4级的气压杆。我看到市面上很多都是3级甚至是2级的，就没有4级的气压管安全。而且这个位置这个底座必须是加厚的防爆底座，你看没有空洞的，一个什么万一，它也会有这个很厚的钢板来防护一下，把那个危险性降低一下。
不过4级的气压杆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哈。这款的话也是有5年的质保防护。5年质保的话，对比它489、500不到价格，每年也就100左右哈。其实5年之后不用它了啊，换新椅子啊，咱们也不太心疼。好了，以上就是我本期的闲聊分享，欢迎大家来一起分享下电竞房的图片啊，或者是布置，让我来学习一下。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